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书接上回，自上场之后，连花样耍帅的动作就省去了，职业级的水准，抢断、带球过人，最后扣篮，一个人跑全场。他的魅力让陆安宁避无可避，只看见全场女生都在为他欢呼，而他的眼神却始终落在自己的身上，说不心动都是假的。这一点，周家衍倒是和陆安宁挺像的，他的喜欢和讨厌不怕别人知道。比赛结束，他把篮球丢给队友，朝着陆安宁跑过来。睡。少年呼吸粗沉，径直坐在他身边。陆安宁低头忙去给他找，却一无所获，没了。这不是有吗？周家衍直接拿过他喝过的水，仰头就灌。陆安宁提醒：“我喝过的。”周家衍没理会，一口气喝到底，随手丢进垃圾桶里。他语气自然：“喝我女朋友的水有问题吗？”陆安宁怎么还不明白周家衍要跟他和好的意思？现在关系回到以前，周家衍调戏他的话张口就来：“这些天想我了没？”陆安宁冲他扯了扯嘴角：“你想听假话还是真话？”“假的。”周家衍漆黑的眼睛满出笑意，舌尖顶着下颌：“我想好了，我这次非要你不可了。”陆安宁憋着笑，若有所思的点头：“这么喜欢我？还行吧。”周家衍靠着他，不断能擦过女人的手臂，光是触及那一瞬的冰凉温度，他心里的悸动便掩藏不住，比其他人多一点。这时，几个队友收拾完东西走过来，看见两人打情骂俏，不禁损了两句。周家衍眼梢带着笑，心情不错。听到队友询问陆安宁和他关系的时候，他语气好像都有几分炫耀：“对，我女朋友。”这段时间他也想过了，现在他有本事让喜欢的人变成自己女朋友，又凭什么放手？跟队友聊完后，篮球场清场，已经来了其他学院的人。周家衍也休息完起身，问他走不走。陆安宁轻扯了一下他的手：“你等一下我现在工作还没结束，晚上再去吃饭。”周家衍好商量，没多想就答应了：“行。”之后，陆安宁继续着志愿者的工作，周家衍就站他在身边，低头玩手机。没地方可坐，两人就一起站在角落。差不多到下午结束的时候，傅寻舟经过这边，看见陆安宁和周家衍站在一起，不知道聊些什么。女生笑着往男生肩膀靠，男生低头瞧着女生，眼底的喜欢直接也热烈。傅寻舟就这样看着，脚下仿佛生了根，心底似是有密密麻麻的刺在扎，他已经没有再走过去的勇气。末了，他眉眼收敛失落，背影在一片人群中消失。周家衍朝远处扫了一眼，他没有将看见傅寻舟的事告诉陆安宁，只是问：“结束了？”“差不多了。”陆安宁摘下红袖标，看见跟他换班的同学走来。交完班，他跟着周家衍走出校门口，来到后街吃饭。到了饭点，后街人挤人，十分热闹。陆安宁带着周家衍来了个偏僻的小巷里，找到了常来的那家饭店。女老板跟陆安宁向来熟络，看见他领着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过来，笑眯眯地说道：“哟，小宁啊，这是带了谁呀？”“我男朋友，周家衍。”陆安宁笑着介绍，又朝里面挤满人的店里看了一眼，
问道：“里面还有位置吗？没有的话，我们等一下再过来。”女老板摆了摆手，连忙招呼道：“不用了，荀州已经在里面坐着了，一起进去吧。”这话一落，陆安宁和周家眼均是一愣，但架不住女老板的热情，她被拉着进了店里。刚掀开帘子，和同学同排而坐的傅荀州便闻声向他看来。女老板擦了擦汗水，笑着招呼：“都坐吧，我这就去给你们炒菜。”接着她转身又钻进了后厨，留下陆安宁等人面对面相视，气氛一阵尴尬。陆安宁顾及周家眼的情绪，扯了扯他袖子问：“要不我们还走吧？”“不用，你不是说这里菜你喜欢吃吗？就在这里吃。”周家眼收敛一贯的笑容，后背往椅子上靠，不至于我们每次碰见周哥都要躲着，都是朋友。话是这样说，但陆安宁看周家眼压低了眉眼，不爽的情绪再明显不过。陆安宁一脸无奈，眼神暗示他：“你就是存心跟傅荀州过不去。”周家眼装看不见，手机放在一边，扣住陆安宁的手。傅荀州淡淡看着这一切，又偏头问一起来的同学：“吃好了吗？”同学从刚刚的紧张中回了回神，点头说：“差不多了，先走吧。”傅荀州慢条斯理地用纸巾擦完手，起身的时候一顿，仿佛想到了什么，又看陆安宁：“你手机是不是关机了？”陆安宁神情顿了顿，解释：“刚刚站岗，没时间充电。”傅荀州的声音低淡：“陆叔叔叫你明天回家，他刚没联系上你，打电话叫我通知你。”陆安宁颔首：“我知道了。”等傅荀州离开后，周家眼在一旁已经看得憋了一肚子气。他拆开双筷子，拿过陆安宁面前包装的一次性碗筷，用力一戳，响声拉回陆安宁了意识。陆安宁看了一眼周家眼，发疯。周家眼冷哼了一声：“差不多了。”他不希望在约会的时候又有傅荀州打搅，好在陆安宁也不会主动提。两人这顿饭吃得有些郁闷。晚上7点半，周家眼送陆安宁回学校，在教学楼下止步，他松开了女生的手腕，又说：“把你手机拿过来。”“干什么？”陆安宁神色有些莫名，闻言还是一言乖乖拿出来手机给他。接着他就看见周家眼单手解开了锁屏密码，在手机屏幕上点了几下，又还给他。屏幕上还是亮着，是周家眼的个人资料，备注已经改名男朋友。陆安宁又气又想笑，无奈周家眼的幼稚举动，但也没有改回来，只是将手机收回口袋，送他一路离开。他在想，这也算一个好的开始吧，主动去接纳其他人，不再对除开傅荀州以外的男生产生抵触心理，至少现在他愿意和周家眼试试。凌晨3点，傅荀州又一次从噩梦中醒来，他直接坐起身，打开床头的灯。有了灯光，他心底的恐惧和不安才渐渐消失。傅荀州揉了揉跳动的眉心，起身走客厅，倒了一杯冰水。没有了睡意，傅荀州便走到落地窗边，打开了手机。他看着白荧的屏幕，划过的一张张相片都是同一张脸，是陆安宁从小学到高中的每一个瞬间。他悄悄藏了几百张，怎么也看还不够。喜欢别人又把别人推开，傅荀州，你不觉得你很奇怪吗？
耳边又响起唐婉发现他相册时的评价。傅寻舟紧绷着下颌线，将水杯搁在一边，望着远处的夜景。南城是个不夜城，凌晨3点，街头星河依旧不灭。傅寻舟推开窗户走到阳台，迎着风，他又想到了那个噩梦。陆安宁跟着一个看不见脸的男人越走越远，无论他怎么叫，女生都听不见。也许不是噩梦，在哪一天可能就是现实。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，傅寻舟拿出手机，拨通了陆安宁的电话。自己大概真的有些怪异，胸腔满满都是对陆安宁强烈的喜欢。在害怕的这一刻，他一时冲动的想要跟陆安宁打电话，哪怕听到他的声音都好。然而忙音响了一遍又一遍，选择了自动挂断。傅寻舟收起手机，呼吸变得清浅，也听到了自己心下沉的声音。翌日一早，陆安宁坐在床上，看着手机上一个傅寻舟未接来电，还有点懵。来电显示是在凌晨3点半，他实在想不出来，这么晚傅寻舟还有什么需要他的？还是说他救急又犯了？这个念头一冒出来，陆安宁下意识回拨电话。过了几秒，那边接通，陆安宁便急切地问：喂，昨天晚上你给我打电话来是怎么了？你救急又复发了吗？3年前傅寻舟就有过一次濒临死亡的经历，也是在半夜的时候，最后还是他去房间找傅寻舟的时候发现的。后来傅寻舟被带去国外治疗了1年才回来。这次又是一样吗？听到那边许久都没回，陆安宁越想越乱，轻声问傅寻舟。然而这次他得到了傅寻舟的回应：我在。不知道是不是陆安宁的错觉，傅寻舟这一声说得无比眷恋，仿佛静等了许久。他哑了嗓音，不知道接下来该问什么。下一秒，他却听傅寻舟低声问：回家吗？陆安宁正了正神，连忙拿起电话起身：在收拾东西。每次运动会结束就是一次国庆长假，陆安宁打算在家好好休息，7天就懒在家里。好。傅寻舟声音有些沙哑，仿佛带着电流传递过来，我就在楼下等你。陆安宁拿衣服的手愣了一下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来不久。楼下，傅寻舟打开车窗，朝着陆安宁楼层看去。时间久了，他扯谎也变得自然起来。他更不想说，其实从醒来以后，他再没有睡过，到了5点就已经收拾好了一切，开车来到了名流公馆楼下，只为了早一点看见他。陆安宁不习惯被人等，更何况对方是傅寻舟，他忙通知道：我马上就下来。撂了电话，又加快的速度。差不多20分钟后，他提着小型的行李包来到楼下，一眼看见傅寻舟的车，关上车门，车缓缓驶离小区。车厢里仿佛连空气都流动得很慢。陆安宁也不知道该怎么跟傅寻舟放平心态聊天。而且从一开始，他就没想过自己会跟傅寻舟一起回家。自从上次跟唐婉聊过以后，和傅寻舟每一次的见面都会让他莫名不适。车速平稳，陆安宁偷瞄了一眼专注开车的傅寻舟，便想装睡。可天不遂人愿，刚闭上眼，他又收到了陆家打开的电话。陆安宁接通，陆父那边笑意盈盈地说：小宁，什么时候到家呀？
陆安宁望着窗外的倒退的风景，小声咕哝：“差不多1个小时吧。”正好，你傅叔叔刚跟我谈完生意，说今天傅阿姨要给你和寻州亲自下厨，你直接来傅家就好。哦，陆安宁有些郁闷地回应着。撂下电话，傅寻州投来一个疑惑的目光，陆安宁便如实告知，等一下直接去你家就好。傅寻州心跳漏了一拍，很快明白过来是在说家庭聚餐。好，他紧握着方向盘的手，直直注视着前方，避免露出心底暗涌的情愫。开到了一个交叉的十字路口，傅寻州缓缓停车，忽然听见手机震动声响起。他和陆安宁同一时刻低头去找手机，见自己手机还是锁屏，傅寻州下意识朝陆安宁看去，就见屏幕上亮起一个刺眼的称呼：男朋友。车辆缓缓开进傅家住宅，陆安宁下车就看见父母过来迎接，这其中就属父母和陆安宁关系最亲密，父母更是拿她当亲生闺女一样对待。小宁，真是好久没看见你了，都长成大姑娘了。父母满脸笑意过来拉陆安宁的手，将她带进别墅里。进屋后，陆安宁看见陆父就坐在沙发上，手机不离手。相比父母的热情，陆父显得不甚在意，看见陆安宁也就略略抬眼。来了，收拾收拾，准备吃饭吧，都等你们一个了。陆安宁点了点头，这时傅寻州也带着东西走进屋。餐桌上，傅寻州的态度异常冷淡，父母问候了2句，也只是敷衍回应。父母懒得再搭理这个生性冷淡的儿子，转头又跟陆安宁搭话：“小宁啊，今天路上是不是有点堵车？看你们来的比平常更晚了一些。”陆安宁缓缓抬起埋在碗里的头：“还好吧？你在学校有没有追求你的男孩子？不少吧？”父母笑着打趣：“你可要矜持住，将来是要给我们做上门媳妇的。”陆安宁紧锁着眉头，默默放下筷子：“阿姨，其实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”这话一出，餐桌上几位长辈的目光同时看过来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父母反应最大。有一段时间了。陆安宁说。父母这下慌了，可是你当初不是说想要嫁到我们傅家来吗？父母有些惋惜和受伤。现在的年轻人变卦都这么快的吗？陆安宁放下了碗筷，语气认真：“那是以前的事情了，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真正喜欢我的人，所以我打算和他试试。”父母还想再劝劝，但看话题本尊傅寻州却在一旁缄默不言，一时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父见场面气氛降下来，轻声劝父母：“感情的事情强求不来。”“是啊，我女儿估计也就3分钟热度。”陆父搭话道。当初傅陆2家也不是没有想过联姻的事情，陆安宁对傅寻州的喜欢大家是有目共睹的，但傅寻州对陆安宁的态度若近若离，让人难猜。陆父也没有下定论。整个饭局下来，傅寻州从始至终没有回应过一句话。晚上，傅家阳台外，傅寻州拿了一杯红酒，推开落地窗走到外面。不知何时，父也主动跟了过来，两父子如今独处，父便摊开话题：“你上次交往的那个女朋友怎么样了？”傅寻州下颌线绷紧，语气淡然：“分手了。”
傅父一语道破他的心思，是因为安宁吗？傅寻舟抿了一口红酒，默了会，不是。傅父无奈地蹙起眉，寻舟，我记得你以前不是个喜欢口是心非的人，现在到底是怎么了？傅寻舟眸色暗了一度，一句话也没说。傅父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，当初安宁对你的喜欢我们都看在眼里的，反倒是你回应的太少，是个人都会觉得累。现在人家喜欢上了别人，你以后别后悔就行。别后悔。傅寻舟低头看着酒杯荡漾的红酒，自嘲地勾了勾唇。他早就已经后悔了，可惜现在的他已经没资格去把陆安宁追回来了。在家里时，假期总是过得很快，转眼间已经到了国庆的最后一天。陆安宁在家里躺了7天。今天忽然收到了来自公司陆父的电话，叫他过去帮忙送文件。陆安宁很少去关注自家的陆氏银行，也没想到短短几年的时间，陆氏发展迅速，旗下早已经有了属于自己商业链。陆安宁就站在大门口，望着高耸入云的大厦，暗自感叹。之后，他在陆副秘书的带领下来到顶楼办公室，将文件交给陆府后，陆府却忽然叫住他：“安宁，你毕业以后有没有什么打算？当医生？”陆安宁挑了挑眉，仿佛已经预料到了陆父接下来的话。当医生是不错，不过陆父双手交叉，脸上露出为难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以后这个公司我需要交给一个靠谱的人来打理。我本来是对你寄予厚望，谁知道你无心从商。陆安宁拉了一张软椅坐下来，不以为然，要不然我以后给你找个乘龙快婿。陆府笑了笑，其实当初我也以为寻舟会很适合。话题到了这会儿，父女俩一同沉默了下来。陆安宁明白陆父的意思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陆父辛苦50年来创下的基业，要是在他手中断了，恐怕连他自己都不会原谅自己。重新回到了校园，陆安宁再次进入了紧张的学习中。在高手云集的高校，能持续保持自己前几名的成绩不容易。晚自习的时候，陆安宁如往常一样拿卡继续去图书馆看书，结果到要刷卡的时候，不知道是不是系统出了问题，图书管理员拿过陆安宁的卡连刷了几遍没有过。他无奈只能把卡还给陆安宁，说：“不好意思，你还是明天再来吧。”为什么？陆安宁想不明白，还是坚持道：“你要不要再试试？”管理员想了想，又问：“你是不是给别人借过卡，然后那个人一直不还书？如果次数太多的话，会被系统拉进黑名单。”这话让陆安宁沉默了。他想起来前几天李可的确用过他的图书卡，现在管理员说什么都不让陆安宁进去，打发道：“你还是明天再来吧。”没办法，陆安宁只能悻悻而归。他走在路上，正好发微信跟周家眼抱怨了几句，没想到对方却提议：“要不然你来我们学校图书馆看书。”陆安宁保持怀疑态度：“跟你在一起，我还能好好看书吗？怎么不行？我不学的。”周家眼字里行间透着霸道和肯定：“反正你也不住校，到时候我送你回公寓。”陆安宁想也是，现在他和周家眼见面也少，而且今天他有个重点必须要学会。想此，他给周家眼回复一个字：“好。”
不到20分钟，陆安宁来到图书馆楼下。他正要给周家衍发消息，不想对面有默契的先发来一条别来了。陆安宁有些莫名，但来都来了，他不想折返。南航大学图书馆门口的管理不严，管理员也面熟陆安宁，就随便放他进去了。2楼阅读室安静的几乎落针可闻。陆安宁走进来，很快找到了坐在角落的周家衍。可接着他视线不由得往前面几排座位看去，就见傅寻周正戴着蓝牙耳机和电脑，坐姿笔直。刚结束完训练，周家衍听说陆安宁要过来看书，晚饭也就匆匆吃了几口过来占位置。他真没想到自己运气会这么差，难得走进图书馆的一天就能遇见傅寻周。周家衍掀了掀眼皮扫了一眼，嘟囔阴魂不散。陆安宁拍了一下他撩在桌子上的腿，在他身边坐下。他本是想就当傅寻周不存在就好，也不影响自己继续看书。可他千算万算，没算到还有周家衍这个不稳定的因素。一向不爱沉迷于学会的周太子坐着仿佛有多动症，他眼神总是不留神注意到在前面学习的傅寻周，哪怕别人什么都没有干，但他怎么看怎么不舒服。他左思右想，还是忍不住凑到陆安宁耳边问，你要是被影响，你要不然去我寝室学，我叫室友滚蛋。陆安宁握着笔的手忍不住一紧，你闭嘴我就能好好学。你确定？周家衍靠在陆安宁肩边，滚烫的呼吸吹来。陆安宁闭眼，强装镇定。我好心好意带你来看书，你一点好处也不给，是不是不太好？周家衍轻哼一声，有力的掌心直接将陆安宁抱到了自己腿上。四周的桌椅在安静的阅读室传来刺耳的摩擦声，学生们好奇地看过来，连一向镇定的陆安宁都忍不住红了脸颊。你发什么神经？他全身心都在抵触，但力气仍旧不如天天做体能训练的周家衍。这么久不见，女朋友都不让碰了。周家衍声音不小，也不知道是故意说给谁听。周围看书的学生们收到打击，默默转回头继续翻书，乃至前方傅寻周打字的手也有了片刻停顿。他蹙了蹙眉，眼睫下的阴翳越发明显，手心落在键盘上迟迟没动，蓝牙耳机里却无声。或者说，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开声音，听到的都是周家衍和陆安宁之间的对话。陆安宁愤恨的声音再次传来，周家衍，你再闹我就走了。这威胁果然让周家衍的动静少了些。陆安宁长呼口气，理了理身上略显凌乱的衬衫，低头看书。阅读室终于归于安静，时间也过得快。学生们收拾东西，一个个离开，前面的傅寻周也站起来，关上了笔记本电脑。陆安宁似有察觉地抬了抬眼，却发现傅寻周收拾完东西没走。他起身，目光扫视了一遍身边的书架，而后走进去。陆安宁紧绷的神经松了松，目光又落向身侧。周家衍已经趴在书桌上睡了过去。安静时候的周家衍很不一样，睡脸恬静，眉眼温柔。陆安宁忍不住凑近了一点，又看到被他压在身下的医学书，他伸手想去拿开，可动静太大，直接吵醒了他。周家衍直起身伸了个腰，声音微哑，你学完了？没有。
陆安宁拿过书，摇了摇头。周家眼，我真的很好奇，你以前都不学习的吗？周家眼一脸纨绔张地看他，语气欠揍，学不学要看我心情。陆安宁聊不下去了，起身把借来的书放回书架。他走进最里面的一间书架，又一次看见了傅寻舟。这次他身边多了个女生，两个人因为同一本书，仿佛在聊些什么。之后，女生踮起脚想要去拿高层的一本书，她手指都在用力，却还是差了那么几厘米。而傅寻舟就站在女生背后，长臂一伸，轻松拿过女生想要的书，几乎把女生罩在他的阴影下。这个，傅寻舟把书递给女生，女生脸颊迅速升温，声音都扭捏许多。是的，谢谢学长。傅寻舟面色自然，转身又走进了另一间书架。而陆安宁就站在对面，推开书就能看见傅寻舟清晰的面孔。两人的距离说近不近，说远不远。在傅寻舟看不见的地方，自己却能注意到他的每个瞬间。陆安宁呼吸不觉轻了几分，放回书，垂下眼睑离开。在无声无息中，两个人交错离开。到了月末，南航大学举行了一次飞行比赛。周家眼跟陆安宁打好了商量，让他过去，他便拉了李可过来一起看热闹。李可很热衷这种比赛，一路上都抱着陆安宁的手直晃。小宁，你以后这样活动记得多叫我。我早想在南航大学找个像周家眼那样的机长男朋友了。飞行，帅哥，机长制服，谁能拒绝？陆安宁被摇得头脑发晕，连忙从李可怀里拯救出自己的手臂。周家眼那种的，介意别碰。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李可变了黑脸，戳了戳他的脸。周家眼可是飞行专业最出色的学生，像他这样又专一又优秀的人有多难找？你对你男朋友真是理解甚少。陆安宁掀唇，忍不住想要反驳，当初傅寻舟也是这样的优秀。可话到嘴边，他又顿住，迟迟反应过来，再多优秀的傅寻舟也已经跟他没关系了。聊天中，两个人已经来到目的地。南航大学的飞行滑道足有9000米，现在停了几辆直升机在进行表演。看台上人群坐得满满当当，陆安宁放眼望去，都看不见一个空位置。恰逢此时，周家眼身边一个眼熟的兄弟跑过来，看见陆安宁，松了口气。可算找到你们了，眼哥，叫我带你过去呢。陆安宁点了点头，跟着他走。来到一个专属前排后，男生语气有些歉疚说：“不好意思，今天来的人有点多，南航所有学院都过来看比赛了，眼哥实在没办法过来照顾你了。”没关系。陆安宁摆了摆手，一脸不在意。不多时，比赛场上表演飞机被开走，广播响起，飞行模拟赛参赛员入场做准备。哪怕陆安宁坐在了首位，也很难肉眼看见周家眼到底在哪条滑道上。渐渐的，几架飞机推入滑道，飞行员们穿戴着不同颜色的飞行服，依次在广播员的介绍中来到比赛场。陆安宁没太注意广播员的话，朝四周看了看，起身对李可说：“我去一下洗手间。”他一条长廊走到尽头，忽然前方有道眼熟的背影站在看台网跟前。陆安宁急切的脚步因为这背影缓下来，
是傅寻舟。喧闹中，他似有察觉地朝陆安宁看过来，眼底依旧波澜不惊，仿佛早有预料。你怎么也来了？陆安宁目光带着不解。傅寻舟眼睫微动，正好没课，随便来看看。现在飞行专业比赛和机械学院不沾边，他一直以为傅寻舟没兴趣会看。站了会儿，傅寻舟像是在找话题，你来看他比赛吗？陆安宁觉得他情绪怪怪的，但还是点头，傅寻舟深邃的目光注视他，薄唇微张，似乎在说什么。可与此同时，在广播的宣布下，跑道上的飞机同时滑行起飞，在他们的面前直上云霄，在天际留下了一条条的痕迹。那声音太响，陆安宁有一瞬的耳鸣，他只能傅寻舟动了动嘴唇，说了一句什么，最后什么也没听到。陆安宁蹙了蹙眉，什么？傅寻舟视线渐暗，没有再说没什么。他远视空中的飞机，似是不得不承认，他的确很优秀，也配得上你。听着这番话，陆安宁心里说不出什么滋味。他话未落，傅寻舟忽然打断他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男人转身大步离开，一个人的背影消失在人群中。接着就听砰地一声，彩色的烟雾腾飞在半空飘散，预示比赛的结束。广播喊道：恭喜蓝队拿下比赛胜利。陆安宁视线转向比赛场，几条飞机已经缓缓落地，他依稀听到所有人在高呼一个名字。周家衍是什么神仙？他也太帅了！南航到底是怎么把这种人收过来的？这成绩直接打破比赛记录了吧？陆安宁在尖叫声中回神，原来在他没注意的时候，他已经拿下了不错的成绩。突然，手机响动一声，有人传来了一条简讯。他打开，正是周家衍，我赢了比赛，会有奖励吗？陆安宁看了几眼，打字，你想要什么？还没等到回复，远处忽然传来一阵女生的叫喊声。能引起这么大注意力的人，除了周家衍，还能是谁？陆安宁抬眼看去，就见周家衍穿着一件校蓝色的队服，放下耳麦，正往他的方向走来。烈阳高照，男人眉目俊朗，嘴角牵起的笑容让人心生荡漾。周家衍从走改成了跑，他穿梭在人群，来到陆安宁面前，感觉到了他强烈的气场，像是要做什么。陆安宁心跳有些快。你一个字音未发出，周家衍已经低头，在他的唇上轻轻吻了一下，一触即离，根本不给陆安宁任何反应。这就是我要的奖励。周家衍直视着他的双眸，声音温柔。陆安宁脸顿时烧红，第一次庆幸这里是南航，不在他们的医学院。他看周家衍在得逞的笑，有些生气地说：我还没说要答应给你奖励，成吧？周家衍低低的笑，开始耍赖，刚刚那个不算，我再吻一次。他眼底带着意犹未尽，又想上前。陆安宁被吓怕了，下意识后退一步，结果后面是矮一截的座位，他险些摔倒坐台上。周家衍眼尖扶了一下，看着陆安宁羞红的脸，笑声更加肆无忌惮。到最后，陆安宁实在受不了这种被人围观的感觉，拉着周家衍直接走出了看台上，找了个四周安静的地方。他松开周家衍的手，却又被人反手擒住。
周家眼轻而易举抵在身后的墙上，眯眼打量着他。陆安宁，不要告诉我这是你第一次接吻。陆安宁退无可退，只能抬起头，正面回答：是，怎么了？这个结果并不让人满意。周家眼松开他，不爽地啧了声，眼里压着嫉妒。那我突然挺羡慕傅寻舟的，能让你这么死心塌地喜欢他10年。他想不明白，又低下头看他，我就想知道为什么。陆安宁眼睫闪烁，呼吸有些发颤，他垂于两侧的手块被掐出血印，也一个字也答不出来，好像就是顺理成章，出自本能的。从看见傅寻舟的那一刻，他都止不住心跳加速。但是这些他当然没办法说给周家眼听，而是说，可是我的第一次牵手，第一次接吻都给你了，你还想怎样？周家眼反复想了想，点头，也对，我得到的不比他少。在太阳暴晒下，陆安宁身体越见不适，他不耐烦推开周家眼靠近的身体，转身欲走。可下一秒，他忽觉脚下轻飘飘的，没办法走动，眼前被黑暗淹没，再没了意识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陆安宁发现自己在医务室，身边的李可和周家眼闻声，连忙凑到他病床前来。周家眼语气微沉：傻子，你中暑了怎么不说？非要吓死我才甘心。陆安宁视线晃了晃，声音轻轻地：我没想到，他原以为自己的身体素质不会这么差的。医生说你生理期到了，再加上在太阳下坐了几个小时，一天不吃不喝，不晕倒才怪。李可插话道。陆安宁闻言一怔，下意识拿被子挡住自己的身体。数着日子，今天的确是他生理期，那裤子不是也？陆安宁眉头拧成了一块，转头命令周家眼：你先出去。我是你男朋友，你现在还介意我？嘴上虽这么说着，周家眼还是起身退出了布帘外，临走前说了一句：等着，我去给你买卫生巾。等人离开，李可收回视线，忍不住羡慕起来：哎，周家眼对你真的不错，比你以前喜欢的那个傅寻舟好太多了，或许你真的该放手跟他试试了。陆安宁身心疲惫的不想多说话，又重新躺下去。可你出去吧，我想休息一会儿，好吗？李可撇了撇嘴，还是叮嘱：那你要是还需要什么，记得给我打电话。房门一关，只听冷空调呼呼吹着，陆安宁整个人蜷缩在被子里，想要再休息一会儿。可没多久，有人又打开了门。陆安宁本以为是周家眼回来了，掀开被子看去。你怎么回来？他说到一半的话卡住，看见走进来的傅寻舟一愣。倒是傅寻舟大步走过来，语气自然地问：身体好些了吗？陆安宁愣愣的没回答。然而傅寻舟接下来的话却解开了他心中的疑惑：我听说有人晕倒了，所以过来看看。说着，他将买来的吃食放在病床边，红枣粥。陆安宁扫了一眼，又问：你怎么知道？傅寻舟怔了下，还是没办法撒谎，在门口听见了。陆安宁胸口强烈起伏了一下，眼底有了些变化。我先走了。傅寻舟并不打算多待，转身正打算走，然而下一瞬，陆安宁忍不住开口叫停了他：傅寻舟，你现在算什么？陆安宁想不明白，
当初说不能和自己在一起的人是他，现在又为什么屡次表现出关心和舍不得的模样？在他的心里，是不是还留有自己一点余地？他知道自己的想法很荒唐，可还是忍不住怀疑。直到傅寻舟开口例行关心，陆安宁在他淡淡的语气中打破了方才的想法，我们两家毕竟是世交。一时间，室内变得寂静不已。陆安宁正然的脸色，脑海不知因为那一句话循环往复的多少遍，他才消化。是他真的想法太天真了吗？还是傅寻舟根本爱撒谎？陆安宁想不出来。等到自己反应过来时，傅寻舟已经收回目光，推门走出了医务室。室外长廊空荡，傅寻舟深吸口气，缓和好情绪，准备离开。可刚抬眼，不知何时已经走来的周家眼忽然站定在他面前，面色阴翳。医务室门外，周家眼直直地瞧着傅寻舟，嘴角牵出一个阴冷的笑。真巧，你是来看他的，怎么不进去？傅寻舟蹙了下眉，不太喜欢周家眼这副佯装大度的模样。他一言不发地绕过他离开。周家眼视线一偏，冷冷看着他的背影，没忍住多说了一句：傅寻舟，当初是你自己不愿意跟他在一起，就劳烦别再来多管闲事，他已经有我这个男朋友，也不缺你的关心。男人脚步停顿了2秒，眸光暗沉一片，继续往前走。那天以后，陆安宁因生理期请假了2天，待在家里。周家眼最近课程也多，一时半会来不好照顾他。上课上到一半，他有些不放心，给人发去消息：我翘课过来找你。陆安宁躺在床上闲鱼，言辞拒绝：算了，你还是好好上课吧。她生理期来到时候，肚子不会疼得太厉害，但是身体会有连锁反应，例如发烧、感冒之类的。平常她生理素质强大的可怕，也就在这2天显得脆弱一些。从电话里解决完周家眼，陆安宁舒口气，用手机去点外卖，选了一个常吃的粥店。陆安宁放下手机，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。门口的铃声很响，直接吵醒了还在做梦的陆安宁。来了，怕人等急了，陆安宁连忙换上拖鞋去开门。结果门被推开，父母和傅寻舟一齐站在门口，表情各异。陆安宁表情直接怔住：阿姨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我听说寻舟说你生病了，所以特来给你熬了鸡汤。父母笑着提起手中的饭盒，眨了眨眼，问：没打扰你休息吧？陆安宁忙摇了摇头，没有。他把人迎进家里，又打算去厨房倒水。父母拉住他的手，又坐下来：你现在生病，就别忙活了。随后又招呼站在一旁站着的傅寻舟，去帮安宁盛一碗汤过来。自母亲去世后，陆府忙于工作，陆安宁很少体会到关心。他忍不住酸了鼻尖，看着傅寻舟走到厨房忙碌的身影，一半的侧脸分外温柔。片刻，一碗热汤端过来，陆安宁在父母的督促下默默喝汤，傅寻舟便坐在一边，视线故意移开。父母见人乖顺的模样，不由得心生怜爱：小宁，生病怎么都不让别人过来照顾你？陆安宁慢慢搅着汤，小声解释：也不是什么大事。其实他本是想一个人咬牙扛扛就过去了，没想到傅寻舟会告诉家里人。
父母是过惯了安逸生活的人，自然觉得他现在的条件苦。他拉着陆安宁的手，苦口婆心地劝道：“小宁，今天就让荀州在这边照顾你吧，不然我真不放心。现在有荀州在，你也要有个照应。”陆安宁似乎察觉到了父母的用意。阿姨，其实他原本想要拒绝，然而父母却根本不他说话的机会。别跟我见外了，一直以来我都把你当作亲生女儿照顾，无论你以后和荀州有没有在一起，我也希望你不要把荀州当作外人。陆安宁抿了抿唇，视线落向身边一言不发的傅荀州。恰逢此时，男人看向外面的目光缓缓收回，与他面面相视。陆安宁也不知道怎么拒绝长辈好意。聊没一会儿，父母声称自己有事要先离开，房间很快留下了他们2个人。陆安宁窝在沙发上，心里有些郁闷。傅荀州去送父母离开后回来，手里多了一份外卖，看陆安宁：“你晚上吃这个？”陆安宁点了点头，伸手要去拿外卖，结果男人手一抬，没让他够着：“吃这些不好。”傅荀州义正言辞地把他外卖放到远处，又问：“你想吃什么？我可以给你重新做。”“不用了。”陆安宁身体蜷缩在沙发里，拿起一边的坛子盖上，闷声拒绝：“你可以回去，我自己能照顾自己。”傅荀州看着他，语气无奈：“小宁，就像我妈说的，你不用把我当外人。”陆安宁微微掀起眼皮，下意识回了一嘴：“那我把你当什么？林家哥哥？”傅荀州喉头一梗，眉心凝着一股郁气，没再说话。而后他转身又扎进厨房里，开始忙碌。陆安宁就待在沙发上再不动，等着傅荀州离开。共处20多年，这还是他头一次觉得和傅荀州在一个空间都压抑。只要他抬一眼，就能看见厨房里的傅荀州。索性转过头，起身去开客厅的窗户，有风吹进来，稚闷气压缓解了许多。身后忽然有一道温润的男声传来：“饭菜给你做好了，记得吃。”陆安宁闻言转头，看见傅荀州拿过了放在一边的外套。“我先走了。”他说完，朝玄关走去。房门关合声传来。陆安宁不再装哑巴，闻着厨房香味寻去，满桌子的菜。直到这一刻，陆安宁才发现，原来他的喜欢，傅荀州记得清清楚楚。傍晚时分，名流公馆一口的灯光中，隐现一道长长的人影。傅荀州就站楼下，看着陆安宁公寓的窗口。他家在19楼，其实也看不出什么，但傅荀州还是收不住自己的视线，总觉得能捕捉到他的一点影子也好。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心里的渴望和占有已经这么强烈，哪怕他向来冷静自持，也难以抵御内心情愫的折磨和摧残。可又如何？现在的陆安宁已经跟他毫无关系。少女虔诚的心一合，爱被粉碎，他挽留不住，只能看着他喜欢别人，毫无办法。心像是裂出了一条缝，灌进了风。傅荀州有些呼吸不畅，靠着路灯平复，头微痒。忽然他手机一响，他打开微信，是陆安宁发来的信息，再简单不过的2个字：谢谢。傅荀州嘴角牵起一个弧度，指腹无意识地摩挲着手机屏幕，末了收进口袋，什么也没回。一天又一天过去，
暑假来临，陆安宁回陆家待了没2天，又被陆父勒令去公司帮忙。虽美其名曰充实生活，但陆安宁怎么会不知道老爸的小心思？早7点，陆安宁就被李秘书领进一个宽敞明亮的办公室。陆小姐，陆总说了，这段时间13楼的麻烦你管理了。陆安宁打量了一下房间，礼貌开口：麻烦你了。送走李秘书，他重新坐在位置上，简单翻阅了一下公司的项目书。这些天，他也在犹豫要不要放弃医学来陆府的公司帮忙，毕竟下学期就到了正式实习的阶段，医学5年，实习3年，要走的路还很长。看了2个小时公司的资料，陆安宁眼睛有些疼，仰靠在座椅上休息。这时，秘书又抱着一堆文件推门进来：陆小姐，陆总说想把跟傅家的合作项目给你来试试。所以陆安宁疲倦地略略抬眼，就看见桌子上刚削减下去的文件又被李秘书一层层叠高。他无力揉了揉眉心：哪个傅家？万镇企业的傅家。李秘书的话让陆安宁揉眉心的动作一顿：谁负责？好像是傅家的少爷傅寻舟先生来负责。李秘书似乎没注意到了陆安宁变化的情绪，继续说道：说起来，傅少爷也跟小姐一样，最近才接触家族企业的，都是年轻人，合作应该会更加顺利。李秘书走后，陆安宁还在消化这个惊人的消息。傅寻舟要跟他做工作交接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巧合？当初他能天天和傅寻舟在一起，是因为他的主动和追求。现在他放平心态，尊重他的选择和态度，反倒和他的关系越来越近了。拿过桌上的计划书，陆安宁看着上面负责人的名字：傅寻舟，写起来宛若游龙，是他熟悉的字迹。工作到下午4点，他终于正式和字迹的主人在公司约谈。今天的傅寻舟穿得格外正式，换上西装革履，他不再是大学生青涩的状态，更加稳重内敛。在陆安宁的注视下，傅寻舟缓缓伸出手，客气礼貌：今天就当作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，不需要太拘束。显然是看出来了他紧绷的状态。陆安宁稳定了心神，缓缓伸出手：好。接下来，傅寻舟也的确将自己带入了一个生意伙伴的状态，态度温和疏离，让陆安宁自在了许多。但傅寻舟显然不会就此罢休。聊完合作，他低头看了眼腕表上的时间，开口：现在是下班时间，我还有机会问你一些私人问题吗？关系再次转变回来，陆安宁愣怔了一瞬，还是问：你想问什么？周末有时间吗？什么？傅寻舟稳了稳呼吸，再度开口：如果每次合作都是在办公室这么死板的地方，真的很难让人提起兴趣。但如果你想拒绝，我不会多说什么。他不知道自己做了多少心理建设，才开口说出的这句话。这不像他，也慢慢学会了谈感情上的小算计。他现在没有身份找陆安宁一起出去，就以工作伙伴的身份一起，想想也真是荒唐。陆安宁听不出来他的另一层含义，想到在办公室的稚闷空间，他没多想就直接答应下来：好是好，如果是我们2个人的话，我们能找个适合我们年龄段的地方一起去吗？陆父是教过他在生意上来往的话，
可以带着客户去打高尔夫、高档餐厅之类的。但陆安宁相当厌倦这些地方，至少他以为在傅寻舟面前不用拘束。傅寻舟情绪在眼底浮起，他爽快答应，当然。见面的地点由陆安宁来定。他果断选择了自己一年都会去几次的地方——欢乐谷，怎么去也去不腻。两人站在门口，陆安宁抬眼瞥了一下身边的傅寻舟，很惊讶吗？男人温笑，并不，我早就已经猜到了。其实骨子里陆安宁还是一个小女生，喜欢去欢乐谷也无可厚非。傅寻舟就跟在身后，陪着陆安宁玩起了劲爆的过山车，也买了甜味的冰淇淋。他明亮张扬，可以坚强，也可以小女生。傅寻舟感觉到自己的心在陆安宁的眼里慢慢融化沦陷，这大概就是他卑鄙的理由。走到一半，陆安宁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他走到角落去接听，傅寻舟则站在原地，帮他拿着刚刚买的零食和娃娃。不久，陆安宁落下电话走过来，不好意思，今天我还带了一个人过来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傅寻舟一时有些没反应过来，什么？接着他就看见熟悉的面孔引入眼帘，也看见了陆安宁朝着他跑过去。暑假期间的欢乐谷，来玩的小孩和学生不少，人群熙攘中，傅寻舟的眼底却只能装得下一个人。不知是不是两人约好过的，陆安宁今天穿了一条黑白相间的连衣裙，周家眼便穿着件黑色夹克衫，里面套了件白短袖，两个人看上去般配无比。周家眼，你们应该认识过了。陆安宁拉着少年来到傅寻舟面前，简单介绍：这就是你说的工作。周家眼看了看四周，眼底满是怀疑，谁家工作能谈到这里来？我呀。陆安宁接过话头，把带着敌意的周家眼拉到身边。其实我们也没聊什么工作内容，单纯不想坐在办公室发呆了。上次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我爸叫我去公司帮忙，结果让我天天朝9晚5。周家眼扫了一眼身边的傅寻舟，话里带着讥讽：那还真是委屈你了。你什么态度？陆安宁挑眉，心情低落下来。要不是拿寻舟做借口，我爸会放我出来吗？这一番话让傅寻舟心里顿时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就是陆安宁答应他的原因，不是因为愿意跟他出来，而是只能跟他出来。所以当初他试问的忐忑，被答应后的窃喜，到现在和陆安宁一起游园的心动，是无用功。傅寻舟暗自苦笑了下，说不出被利用的滋味是怎样的。再者，现在他叫周家眼一起来，他怎么不明白其中含义？这一刻，傅寻舟有种身心疲倦的感觉，语气无奈：所以你打算怎么办？寻舟，你就行行好，这件事情别告诉我爸。陆安宁摆出一副可怜的模样看着他，也不知是不是笃定傅寻舟一定会心软。沉默了几秒，他启唇，声音带着几分沙哑：好。利用也算是自己心甘如愿。傅寻舟压着色意，将手中的玩偶和零食交给了周家眼。他俨然像个长辈一样嘱咐：那我先回去，你们注意安全。陆安宁脸上露出真诚的笑意：谢谢。傅寻舟看着他们相邀着远去，说是要离开，可是他却迟迟没动。最后他走进了一家咖啡厅，
里面人极少，人群都在外面度过自己快乐的暑假。傅寻舟点了一杯咖啡，在这里坐了许久。陆安宁好像是故意远离的这块区域，他没有再看见他的身影。久而久之，傅寻舟索性放弃了。他看着外面排队时有说有笑的情侣，手牵手的家长和小孩买棉花糖的小孩，所有人脸上的笑意却无法分给傅寻舟一半。大概过了20分钟后，他接到了陆府的电话。那边陆父沉声问道：“寻舟，小宁现在跟你一起吗？”傅寻舟闻言，目光落在对面空档的位置上，他逆起情绪：“他在我身边。”陆父相信他不会撒谎，松了口气，又说：“我叫他在公司好好学习，结果李秘书告诉我你们一起出去了。他现在依旧是爱玩的年纪，对掌管公司不感兴趣，也就靠你帮忙劝劝了。他一向听你的话。”傅寻舟安静地听着，不知道如何回应。他该怎么说？现在的陆安宁早就已经不听他的话了。可是所有人却仍旧觉得他还有机会，一次次让他产生这样的错觉，又被陆安宁彻底击溃。晚上9点，在员工的催促下，傅寻舟携着一身落寞地离开。南城夜幕十分繁华，在路边的霓虹灯和车尾灯交替，街道如同星河般璀璨。傅寻舟在外边已经有了独栋别墅，在南航大学附近。不回家，他就会经常来这边。他洗漱完，来到房间，开了个小台灯，开始看和陆氏集团合作项目。这一忙就忙到了清早。陆氏集团13楼办公室，傅寻舟推门而入，在陆安宁诧异的目光下，将昨夜赶完的项目书交到他面前。他动作行云流水，陆安宁半天没过神来，这是什么？你可以自己看看。傅寻舟淡然开口。陆安宁狐疑地拿过他丢过来的文件，翻开，上面是一份全面而完美的项目书，不再需要他的任何帮忙，只需要签下自己的名字，这个合作就可以完美结束。从震惊中回了回神，陆安宁抬头看向面前的傅寻舟：“你……”他敛眉，表情似乎无懈可击：“这样你也好应付陆伯父。”陆安宁喉头堵住，好半天才蹦出2个字来：“谢谢。”傅寻舟淡淡嗯了一声，没有坐下来，准备走。陆安宁又问他：“工作上我是不是给你添了很多麻烦？”傅寻舟总是会因为陆安宁服软，他摇了摇头，沉声劝解：“我知道你以后想要治病救人，对商业没有兴趣，好好跟陆伯父谈谈，也许会更好。”陆安宁有些退却：“我不敢说。”傅寻舟盯着他闪烁的眉睫，嗓音清冽：“那好，我去帮你说说看。”少女的眼神顿时明亮起来：“真的？”傅寻舟心动难抑，只能吞咽口水缓解：“答应陆安宁的事情，他一向会做到。”这一季的暑假，两人几乎都是在工作中度过。傅寻舟找了个合适的契机，跟陆府聊了许多，都是为了陆安宁着想。陆府最后还是没有强求。新学期开始后，陆安宁和傅寻舟还是保持着联系，就像是朋友。他现在渐渐发现自己和傅寻舟相处也不再尴尬。空闲时间，他还是会因为周家眼常去南航，也会遇见傅寻舟。南航的树路小道很多，陆安宁也说不出为什么那么巧，
他们总是会相遇。他们彼此朝着对方走来，傅寻舟面色温和，主动问他：“你是来找周家衍的？”陆安宁点了点头，语气自然：“我们说好了，今天下课后要一起出去约会。他和周家衍也在一起，也快1年多了，早就过去了试用期的阶段，正是恋爱。不得不说，周家衍是个优秀的男朋友，他庆幸也珍惜他。”傅寻舟定定地看着他，勾了下唇：“好，路上小心。”他仿佛已经学会了如何完美掩饰自己的失落，语气中找不出变化。也正因为如此，陆安宁对他没再抵触，带着几分笑容的点头。两人如往常般寒暄了几句，傅寻舟忽然问了一句：“陆安宁，我们现在算朋友关系吗？”陆安宁一愣，朋友，他还从未想过以这样的关系与傅寻舟之间做定论。见他没回，傅寻舟不禁低声一笑，里面掩藏苦涩，还是说：“我现在连做你朋友的资格都没有。”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陆安宁连连反驳。其实现在相处的方式的确和朋友差不多，彼此见面会打招呼。反正他们对彼此也已经没有了男女之间的感情，就当作是世交家的朋友，并无不可。心里得到这个结论，陆安宁也没了压力，笑应道：“当然可以，做朋友。”在以前，陆安宁一直以为和傅寻舟之间，要么只能是恋人，要么只能是陌生人。因为他的喜欢太久，总觉得如果真的得不到傅寻舟，他一定会跟傅寻舟老死不相往来，这样他才不会痛苦。然而没想到，5年后的他竟然也可以这般坦然地接受傅寻舟成为自己的朋友。他是个藏不住事儿的人，尤其是关于傅寻舟，他知道周家衍会介意，也将自己和傅寻舟说的朋友关系告诉了他。结果在预料之中，周家衍闻言脸色一黑，质问：“你觉得他会把你当朋友？怎么不行吗？”陆安宁眨了眨眼，发现周家衍面上有淡淡的戾气。他只当他在吃醋，使出了惯用的讨好伎俩，挽着少年的手心，十指紧扣：“反正我的男朋友不是只有你一个。”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，周家衍也毫不客气，他直接抽开了陆安宁的手：“这伎俩对我没用。”没有再管陆安宁，他扭头就走，脚步很快。陆安宁这才明白周家衍是真的生气了，拿着自己买的小零食跟上去。每次提到傅寻舟，周家衍的情绪总是会控制不住。1、2次还好，次数多了，陆安宁也有些累。但想到以前对傅寻舟的热烈追求，周家衍会这样患得患失，也算是自己埋下的根吧。陆安宁收拾好心情，忙追上去：“你能不能等等我？”两人一前一后来到了安静点的街巷，里面狭窄，连店面的霓虹灯都要闪到陆安宁眼前。他抵不住这强烈的光线，微眯着眼，终于拉住了周家衍的手。男人没再走，陆安宁长呼口气，小声问：“你真的生气了？”周家衍咬了咬后槽牙，像是在恼怒的加持下，又想起以前陆安宁对傅寻舟是如何的死心塌地。他甩开那只白皙的手，转头对上陆安宁的双眸：“陆安宁，这不是第1次了，每次我去找你，总是能看见傅寻舟，你把我当什么？”他没忍住脾气，更加口不择言：“还是你觉得同时有2个男人围着你很好玩呢？”
周家眼！陆安宁不可置信，大声叫住他。周家眼一顿，仿佛也已经明白了刚刚那话说的有多难听，但自尊心强烈的他再说不出什么道歉的话，只能闭嘴，目光注视着陆安宁。两人性格是那么的相似，喜欢里容不下一点瑕疵。陆安宁又气又无奈，深深呼吸了许久，他哑声开口：“我知道，因为我以前很喜欢傅寻舟，让你介意，但那是我的过去，我没办法去否定。”他声音里含着委屈，周家眼听着心猛地抽疼，身上力气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心慌了下，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去挽回刚刚的过错，如鲠在喉。陆安宁眨了眨眼，忍住了眼里的酸涩。他还是主动去牵周家眼的手，问：“想听故事吗？”这次周家眼没有甩开，反手紧紧扣住陆安宁的掌心，听着他说起以前的事情。陆安宁没有隐瞒，将自己喜欢傅寻舟的所有全部倾泻而出。他说了自己对傅寻舟如何的喜欢，也说了傅寻舟对自己如何的绝情，沦落至今。到最后，他嗓音说到发颤嘶哑，依旧不放弃的解释：“我和傅寻舟是世交，无论是傅叔叔还是傅阿姨，都对我如亲生女儿般对待，所以就算我不想再跟傅寻舟深交，却还是会因为家庭因素纠缠。你能理解我吗？”周家眼看着他，有了片刻的失语。他忽然明白自己刚刚有多混蛋，这还是他喜欢的女孩，以前就吃了足够的苦，现在还要因为他的怀疑买单。愧疚和心疼一并袭来，周家眼伸手将他拉入怀里，抱紧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要你说对不起，我想你可以喜欢继续我。”陆安宁摇了摇头，语气肯定：“对傅寻舟，我不会再回头了，而且傅寻舟也从来没有喜欢过我。”与热闹隔绝外在的小巷里，他们紧紧相拥，在彼此的怀中取暖。无人发现，已经站在角落许久的人影，在两人结束对话之后悄然离去。争吵过后，陆安宁和周家眼关系仿佛更进一步。虽然两人的性格依旧是那么强势，偶尔也总是有小摩擦，但是风雨过后，两人的感情依旧热烈，难以放开手。熬过了大三，到了大四的实习期，周家眼没有选择留校，去了南城航空实习。那边离医学院比较远，乘车需要2个小时，并且现在在医学院的陆安宁学习更加紧促，两人见面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次日，陆安宁在实验室和同组的朋友做最后的结果。正讨论时，忽然有个短发学妹朝他喊道：“陆学姐，有人找你。”学妹说完，指着教室门口等待的人。陆安宁顺势看去，是一张熟悉的脸。傅寻舟身体靠着门边，给学生们进出的空间。那张出挑的脸，还是让进出的女生忍不住多打量了几眼。而他始终保持着疏离冷淡的模样，仿佛是一切若无物。直到看见陆安宁，他眼底才有了一丝动静，如同冰山触及星火。女人将他的变化看在眼里，脚步顿了顿，又叫同组的同学等一会，才走上前。“你怎么来了？”傅寻舟抿了抿唇，把手机的文件递给他。“陆父叫我交给你的，上次项目做得不错，陆父答应给你买了私人房产奖励。”陆安宁闻言脸上一喜：“谢谢。”
他接过文件，反复看了看，房子正好在郊区，和周家衍实习的地方挺近，这倒是方便他和周家衍见面了。陆安宁心情甚好，注意力全在房契上，没瞧见傅寻舟投来的深沉视线。观察到女人唇色泛白，傅寻舟蹙眉不由地问：“你吃饭了吗？”还没来得及。陆安宁关上文件，揉了揉自己发僵的后脖。这周五有考试，周四要交报告，太忙了。猜到了。傅寻舟低头笑了笑，提起一个饭盒：“给你带的。”陆安宁愣了愣，还是接过饭盒：“谢谢。”而后他忙拿出手机：“多少钱？我转给你。”傅寻舟按了按眼眸，淡然回答：“30。”如果不拉开距离，陆安宁肯定会多想。现在他好不容易能和陆安宁关系变得不再那么僵硬，也不想表现得太殷勤，让他抵触。“我先走了。”傅寻舟淡淡扫了一眼手机上的转账，转身离开。他不敢在陆安宁身边多待，怕引起他的警觉、抵触和不快。走出医学院的大门口，他回头看着灯光通明的实验室，不觉入迷。好不容易到周五，陆安宁考完试，有了喘息的机会，他给周家衍打去电话。不过须臾，对面接通。陆安宁听到了飞机降落的噪声和风声，周家衍的声音在嘈杂声中不太清晰。等一下。陆安宁便一边收拾书本往教室外面走，戴上了蓝牙耳机，静等那边的嘈杂声散去。终于安静后，他忍不住想见面的冲动，先说道：“我考完了，我们什么时候能见一面？”周家衍好听的嗓音响起，带着笑意：“怎么，想我了？”“有点儿。”陆安宁撒娇道。他偶尔的示弱，给周家衍一点甜头，周家衍就会心软的不行。他看一眼四周越来越多的机组人员，又说：“我等一下要开会，你过来找我。”陆安宁犹豫了下：“你们公司不许进吧？”周家衍哼笑一声，语气嚣张：“陆小姐，注意你的身份，以后要做太太的人。来自己老公的航空公司有什么问题吗？”陆安宁因他这句话怔了一下，接着就听周家衍又说：“更何况整个航空公司都是我们家的，谁敢质疑？”陆安宁忍不住笑了一下，而后叫周家衍给他发来地址。陷入热恋的陆安宁行动力很快，在手机上滴一辆车，就直接去了航空公司。2个小时的车程，天都黑了。下车的时候，陆安宁疲倦也累，但这些在看见周家衍那一刻，全都一扫而空。少年穿着飞行员制服，肩上印着飞机员的标志，滤过生活的折磨后，他头发剪断，眉眼凌冽，比刚认识那会儿更加成熟帅气。他笑着朝他跑过来，周家衍便站在原地，伸长手臂，结结实实抱着陆安宁转了一圈。而后他把人放下来，捏了一把陆安宁的脸：“你都瘦了，还好吧？”陆安宁揉了揉自己脸，被周家衍拉着走进公司。有了周家衍带路，没人拦着他进来。周家衍推开了一扇休息室的门，沉声说：“这里是我的休息室，你等我会儿。”陆安宁笑着答应下来。腻歪了一会儿后，周家衍不得不离开。趁着这个空闲时间，他手机在查病历，最近他打算写一张关于遗传疾病的论文。他想了想，给傅寻舟发消息：“寻舟，
你还有这些年你去看病时留下的检查表吗？我想要点资料。结果对方秒回，我现在去医学院给你。陆安宁，不用了，我去找周家衍了，交给李可就好了。消息发送，对面沉默了几分钟，才回了一个字：好。之后，陆安宁便沉寂在学习中。不知不觉2个小时已过，陆安宁还是等不到周家衍来，便独自走出去逛了逛。他跟着人群来到了航空跑道上，这会儿好像有人在做演习，直升飞机滑向天空，又折返，从一个塔桥上穿过，难度系数极高。陆安宁站了一会儿，又转头去找周家衍的身影。忽然，他听到身边的一个女生兴奋地叫起来：“天哪，那是什么？好浪漫呐！”陆安宁闻言看去，天空中滑翔的忽然下降，而后飘来片片花瓣，花香味袭来。有人又说，应该是哪个人给女朋友送的惊喜吧。直升机缓缓下落，里面人飞行员在簇拥下走出。陆安宁目光一凝，猝不及防心颤了下，不是周家衍还能是谁？周家衍向来是个爱花样浪漫的人，在演习这么放肆，也唯独他做得出来。少年跟身边打完招呼，朝着陆安宁走来，刚刚看见没有？陆安宁浅浅一笑，很漂亮。周家衍感叹了声，好似无奈，陆安宁，我这辈子真败给你了，怎么看都怎么喜欢。最后，这一番浪漫的场面不知被谁上传到了网上去。周一2人回到学校，热度还不减。陆安宁察觉到四周炽热的目光，小声对周家衍抱怨：“你们公司怎么管人？”把上次的事情传到了网上，成了话题。我觉得挺好的。周家衍低头在陆安宁面前，笑容灿烂，朗声开口：“我喜欢你，当然要付出行动，所有人看看。如果只是心里想的，你知道个屁。”这句话被有心人听进去。拐角的一道高瘦身影僵了僵，像是被戳伤痛处。傅寻舟掀开眼，看着站在一起周家衍和陆安宁，薄唇紧抿着，感受心里撕裂的疼渐渐深刻。末了，男人一言不发地离开。四周听到话的人掀起一阵吵闹。被围在周家衍跟前的陆安宁睫毛闪了闪，许久才压下颤动的心跳。迎着周家衍充满自信和光芒的黑眸，他显然没忍住自己的镇定。不得不说，周家衍就是有这样的魅力。在浪漫这方面，他是个游刃有余的高手，没有人不会为他折服。周家衍搂着他的胳膊，笑得肆无忌惮。到时候我走上社会了，跟人家说我有个读书的女朋友，是不是有点禽兽？陆安宁拍开他手，勾了勾唇：“你早就是了。”现在南航和医学院谁都知道，陆安宁交了南航大学出名的阔少男朋友。但越是张扬的人，就越容易招来更多的流言蜚语。这天刚下课，陆安宁给周家衍发消息，准备去找他，李可却忽然拿着手机，一脸急切地跑过来：“陆安宁，你看南航大学的帖子了没有？”陆安宁被他这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莫名其妙：“什么帖子？不会吧？关于你和傅寻舟的帖子啊？”李可瞪大了眼，连忙把手机递过来：“有人说你和周家衍在一起就是为了气傅寻舟，还有人拍了你和傅寻舟接吻的图。”陆安宁瞳孔骤然一缩：“什么？”他忙点开图片一看，
还是陆氏大厦的时候，他们边走边讨论工作。他说的急没看路，险些摔了，最后还是被傅寻舟拉了一把。这个角度看起来的确像是在接吻，可是细看照片也有 P 过的痕迹，在四周有遮挡物，所以没人会注意这个小细节，真可谓人心险恶。陆安宁气愤地放下手机，这图是假的。李可被吓了一跳，这还是他第一次看见陆安宁会发这么大的脾气。虽然我是相信你的，但是现在大家不相信。他扯了扯陆安宁的手，小声劝道：你这段时间还是别去南航了，本来你们谈恋爱就高调，现在还闹出这种事情，南航的女生都恨死你了。陆安宁没回，想到的更多是周家衍会相信吗？如果相信自己，又该怎么解释？他看着自己刚刚发过去的信息，没有得到回复，也不知道是周家衍没看见，还是说根本不想回。现在好不容易让他们的感情步入正轨，陆安宁更不想坐以待毙。他没有再听李可的唠叨，连忙起身冲出了教室，朝着南航大学跑去。奔跑的一路，秋风瑟瑟，落叶纷飞，陆安宁都能感觉脸颊被风刮得生疼，但他没在乎，直奔周家衍的宿舍楼。所幸他来的时候，刚好下课铃声响起。陆安宁在门口站住了脚步，平复着急促的呼吸，他一遍遍掠过每个学生的脸，直到认识的人出现在视线里。周家衍出行永远跟着几个3、5成群，他被围在中间，不知道在聊着什么。身边兄弟也看见了陆安宁，脸上当即带着愤恨和埋怨，而周家衍却脸色淡漠，看不出什么情绪来。他心无旁骛，别人跟他搭话也不会，须臾目光才略略扫过一眼陆安宁的方向，但他没有停留一步，似是没看他一眼，许久往前走。陆安宁呼吸沉了下，压抑感强烈，他很少看见这么平静的周家衍，视线里他似乎已经把他当成了过路人。他主动上前拦住了一群人，其中有个男生先不爽发声：你还来干什么？语气带着责怪。陆安宁不想跟别人解释，眼神盯着周家衍：我们聊聊。意外的，周家衍语气平淡：好。而后他对身边多久几个人使了眼色，示意他们先走。他们来到了一个安静的角落。陆安宁拿出手机找到那条帖子，耐心解释，这个帖子上面的照片不是真的，是上次寻舟他来公司跟我谈合作，扶了我一下。周家衍安静地听他说完，嗓音清冽：我知道。陆安宁松了口气，原来他还是相信自己的。他整理了一下自己纷乱的情绪，想再开口，下一秒周家衍却先反问道：陆安宁，那整个暑假你是不是都在和傅寻舟在一起？陆安宁被这问题问得猝不及防，他沉默几秒，回：是，但你知道原因？他们两家关系亲密，有合作不是很正常吗？然而周家衍却表情淡淡：见陆安宁呆滞的神色，他继续说：陆安宁，其实我觉得跟你谈恋爱很累。一句平静无力的话打断了他。陆安宁神色有几分恍惚，周家衍眼底却满是无力和挣扎。你上次说你和寻舟之间的关系很难断，我知道不容易，但为什么你们暑假在一起的事情，你一个字也没有告诉我？他周身布满麻木的带感，
嗓音也低哑，是看着你曾经那么喜欢的人一直陪在你身边，我很难不会担心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有一天他会回头了怎么办？陆安宁一下子愣住，什么？周家眼直直地盯着他，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傅寻舟也喜欢你，是不是我连争的资格都没有？他的咄咄逼人让陆安宁估计到分外的陌生。对时间，两人似是站在冰川海洋，在慢慢融化、割裂，距离越来越遥远。陆安宁表情凝住，周家眼已然收回目光，转身朝着那群还在等待的朋友们走去。人群离去，周遭变得静谧。他不知道短短的几天内，他们的关系为什么会闹成了现在这样。周家眼，女生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前方人行动蓦地一顿，但片刻，他在朋友的催促中继续往前走。冷战在不知不觉中拉开帷幕。陆安宁还是会例行去南航大学找周家眼，但是次次都吃了闭门羹。得罪了周家眼一个，仿佛得罪了整个学院的人，没几个人乐意待见他。冬至降临，南城天气骤降，前一天学生们还穿着单薄的衬出行，今天就不得不裹上棉衣外套，走在寒风中去学校上课。11月22日就是周家眼的生日。陆安宁知道周家眼惧寒，早在1个星期以前就准备好了一条礼物，手织围巾。纵然他学业很忙，但他也会抽空早周家眼生日之前织出来。自从跟傅寻舟断绝关系以后，他看清了周家眼的内心，也十分珍惜这段来之不易的恋爱，更不想因为这点挫折就放弃。他一直有颗坚韧不拔的心，也不会遇见点小事就退缩。下午，傅寻舟送来自己遗传病的资料。他敲了门，不见陆安宁反应，便主张走过来，看见他低头认真织围巾。傅寻舟神色一怔，忍不住想，若是换作以前，这个围巾会不会是自己的？说不出羡慕还是别的，他收敛神色，将资料放至他桌前，这是上次你拜托我给你的资料。陆安宁听出了傅寻舟的声音，没有抬头，谢谢。他忙得似乎没有一点能应付他的时间，全身心的注意力都交给了一位周家眼的人。傅寻舟暗自笑了声，什么也没有说，一个人离开了教室。到了月末，到了周家眼的生日那天，陆安宁刚好织完了礼物，去学校附近的礼品店做了包装。下午，他穿了件棉绒外套，提着礼物去了南航学院。刚从路过的学生口中打听了周家眼位置，陆安宁只身前往学院的2楼阶梯教室。教室里空荡安静，却站着2个人影。陆安宁不由得站定窗户外，视线朝着人影看去，顿时没了上前的动力。他没想到，在教室里的人不只是周家眼，还有傅寻舟。他们似乎是约定好了在这里约谈，说话声音略低。陆安宁正犹豫着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进去时，忽然他听见里面传来周家眼的质问声：傅寻舟，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陆安宁？这话一落，陆安宁整个人僵住。须臾，就听见傅寻舟冰冷却坚定的回答：是。这一刹，陆安宁感觉周遭空气就停滞了。他有些喘不上气来，想要逃离这个稚闷的地方，然而里面的谈话却还没有结束。阶梯教室里，周家眼站在高傅寻舟几层阶梯上，
表情倨傲，冷笑着。所以从一开始，你就打定主意想要我们俩分手是吗？相比周家眼的针锋相对，傅寻舟表情显得更加不在意。你们之间有什么误会，跟我没有关系。现在她是你的女朋友，你应该相信她。你叫我怎么相信？周家眼几乎是低吼出来。你总是周在她身边阴魂不散，她连你们暑假在一起工作都从没告诉过我，我早就该猜到了。她心里放不下你。你想多了，她从来没有想过再回头跟我在一起。当初暑假的时候，也是因为家庭原因，所以有合作。傅寻舟自嘲地哼笑了一声，语气带着落寞。我是喜欢他，但我从来没有告诉他。所以你喜欢他就好好跟他在一起，我不会插足你们之间。他顿了顿，话锋又转，但你要是主动放弃他，我也喜闻乐见。说完这些话，少年转身走出了教室。推门的响动一下子惊醒了呆滞的陆安宁，他慌忙找了个拐角躲藏，看着傅寻舟清瘦的背影越渐远去，心底阵阵发空。也是在这一刻，身后多出一个脚步走近。陆安宁闻声回头，周家眼就站在教室的阴暗处，四目相对，他脸上闪过一瞬错愕，喉头似哽住。陆安宁便主动走近，动了动发僵的手，将手提袋递过去，生日礼物。周家眼脸色一正，没有伸手接过，谢谢，但是不用了。陆安宁心底被淤堵，又拾起勇气继续说，真的不要吗？这是我花了2周时间织出来的，很用心了。他目光灼灼望着他，对方却沉默，没有接受。对峙间，冷风吹过女人耳边的碎发，也吹过少年竖起的衣角。陆安宁小脸被冷风吹得通红，抿了抿唇又说，刚刚你们说的话我是听到了，但是现在我想在一起的人还是下一秒。他的解释被一个怀抱打断。周家眼头还闷在女人温暖的肩颈侧，喷洒热息，对不起。他这句话落，陆安宁心平息下来，几乎已经猜到了他的下一句话。这几天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陆安宁，我们分手吧。周家眼沉沉地叹了口气，声音藏着不舍和留恋。陆安宁一下红了眼睛，却还是压着哭腔，故作平静地问，是吗？你决定好了吗？周家眼轻声应了句，他将人退出怀抱，凝着陆安宁泛红的眼圈，我真的不想再心惊胆战地谈恋爱，这不适合我，而且毕业后我已经打算出国留学的。其实早就想告诉你了，但因为傅寻舟的事情，我一直在犹豫。陆安宁眼泪受不住落下来，原来是这样，原来他早就已经想好了后路。他说不出的话来，只听周家眼耐心说道，陆安宁，我想不出来，如果我们异地该怎么办？你身边有傅寻舟，他能一直留在你身边，做许多我想要做的事情，所以我选择放弃了。那天周家眼的生日，陆安宁还是没能将自己的心意送出去。1周后，南航举行毕业典礼，他有被李可拉着去看过。李可交了一个飞行员男朋友，却在刚热恋的期间被通知录取的国家飞行救援队。所遇在毕业的那天，也是2人不得不分别。陆安宁安静地陪在李可身边，看他眼泪就没停过。他耐心的递纸，也想到了是不是在周家眼离开的时候，自己也是这副伤心欲绝的状态。他曾经就有跟周家眼说过，
自己熬不过孤独，也想象不到他和自己喜欢的人身处异地的时候。也许是真不合适吧，所以他最后连挽留都没有。李可哭完了他所有的纸巾，眼泪还是止不住。陆安宁只能去帮他去买水，缓缓情绪。他绕开了在拍毕业照的学生们，迎面却遇见了傅寻舟。上次偷听的话再次想起来，陆安宁有些不敢面对，他装没看见的想逃开。下一瞬，一只手紧紧抓住了他。我想跟你聊聊。傅寻舟语气认真。陆安宁不敢回头，想也不想地拒绝，我还有事。傅寻舟说话直接，我知你都听到了我和周家演的话，他临走前已经把事情告诉我了。陆安宁心跳突然加速，垂下眼，我会当作什么都没听过。傅寻舟心头涌上一股浓郁的情绪，他断然道：如果我是认真的呢？一句话落，陆安宁呼吸顿时乱了几拍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他忍不住甩开了傅寻舟的手想逃走，不敢回头去看男人的表情。从上次偷听到现在，他依旧没来得及适应傅寻舟喜欢他这件事，两人关系再次陷入僵局。次日，傅家邀请陆家一起聚餐，陆安宁想也没想就拒绝了。陆父看出陆安宁有心事，不由得问：你这是怎么了？陆安宁语气犹豫，想到傅寻舟的那些话，他忍不住，还是将自己的心事全部说出。陆父听完，顿时了然，这件事其实我们几个长辈早就知道了。陆安宁眸色一正：你们都知道。陆府坐在陆安宁身边，笑起来。其实你只要仔细想想，应该能发现寻舟对你的心意，只是他还不够有你一般的勇气，敢直接表现出来。陆安宁心里顿然，不由得回想起以前的事情，不知道该怎么说。陆父摸了摸陆安宁的头，话里满是怜爱：我女儿这么好，她怎么可能不动心？也许正如所有人说的那般，傅寻舟早就已经喜欢上了自己，可是在这20年，他却很难感受到了他的心意。说话间，门铃声响起，陆安宁在陆父的催促下不得不去开门。来人正是傅寻舟，他大步走进门，没有直接找陆安宁，而是来到了陆府面前，礼貌开口：陆伯父，我想跟小宁单独聊聊。陆府扫了眼身边陆安宁，满口答应：好，你们去吧。得到准许后，傅寻舟便直接牵住陆安宁的手，将人带了出去。两人一路无言，来到了一个广场。陆安宁终于忍不住挣开了他的手，问：来这里干什么？他这话刚落，忽然砰一声响，夜空中突然升起一团团绚烂烟火，似流星坠落，微雨如尘。陆安宁正神地看着，傅寻舟话渐渐传入耳畔：每到跨年那天，你每次都会拉着我来这里看一场烟火晚会。虽然每次嘴上没有说，但我心里很开心，因为你会和我分享所有你喜欢的东西。直到后来，你喜欢上了别人，让我极度成幸。他漆黑的眼睛紧盯着他，神情认真，陆安宁都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傅寻舟继续问：陆安宁，现在换我来主动，你愿不愿意给我一次机会？陆安宁忍不住眼眶一红：为什么？傅寻舟轻轻叹气：因为我舍不得你，我应该早就告诉你，我喜欢你。那时我不敢说，是因为我以为我的病永远也不治不好，我不想耽误你。
是我口是心非，我混蛋。他喉结滚动，忍不住身后抚过女人眼角挂的泪水，哑声问：你要不要再考虑我一次？陆安宁说不出来话，缓缓抱住傅寻舟，用行动回答了他。直到烟花落幕，他才开口，语气愤恨：你必须要补偿我。傅寻舟温柔答应：拿一辈子补偿。陆安宁这才心满意足。20年的时光，他终于等到了。原来他的念念不忘，一直都有回响。全剧中，